总括来讲，应该比较像是驻村成果展。他大概从16年到22年底，在林口跟家人一起算陪病照护的一些感想。我的展览有点像是家或是客厅的解压缩炸开来，你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最后的影片了。但是你透过穿堂的空隙，你可以看到很远方的人在划船，就有点像你在家里面你在看电视，通常都是有个客厅桌，然后上面放了一些杂物，所以你看电视的时候，其实是你透过一些杂物在看。第一个展间，它就是把真正的垃圾汰除掉，然后把一些弃之可惜的东西，它经过我自己逻辑的排列组合。观众会看到非常多的细节，就如同它的叙事一般，所以大家最后会被叙事瘫痪掉。那第二就是很传统的纸艺去做成的一个场景，然后旁边有陪病的故事。左手边就是很生活的睡觉、吃饭、洗澡，但是是用大件的模型把它呈现出来。右手边就是你也体验我的痛苦的小小体验馆。放一些遥控车，其实就是希望那是代替观众的手去触碰作品。有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会很疯，他们会一直去撞那个麻将桌底下的瓷器。那其实有点危险，有点接近失控边缘，是我很喜欢的。照护浓度很高的生活之下，11点之后才有空。那我的工作桌大概就是最大不会超过 A1 的桌面，可能创作者不做东西，手会很痛苦，就是尽量把一些不满啊什么的全部都灌注在那个小小的模型上，魔改它。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但是自己很喜欢。乘着坟墓船的一个有空的影片，那它反而是离生死最远，离生活其实最近的，很经典老套的会出现的游艇啊什么的，但是它是一个有点落魄，然后有点小小温馨的画面。最后一幕它是萨克斯风，然后不知道他要去哪里。大家来看展览，应该是要看一个比较脱离现实的东西，就是开心的、美的。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像你从家里出来，又一脚被踹回家里嘛。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它其实不是写的那种感觉，其实是念出来的感觉，要念才会有感觉。亲人去世，如果你是陪他到最后一个的人，你可能都会讲到这句话，对吧？就算大家没来看过，你也可能会说，大家都来看过你了。你在讲这句话，跟你被告知这句话，我觉得应该都是蛮有感觉的吧。至于是什么感觉，它是好事或是坏事，如果有大家来，好像都可以是某件重要的事。